每年的中秋前夕，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，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。18岁就回来嘛，真正接手差不多15年了，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，想把它练在手，做得最好。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14代了。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300年，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，叫潮汕老饼。老，潮汕方言指猪油，顾名思义，用猪油掺面粉做皮，包甜馅，烤焙熟的饼叫老饼。潮汕老饼也以地方的不同区分为义西、苏南和桂鱼3大老饼，而薛文凯是桂鱼老饼的传承人之一。桂鱼这边有10来家，我们都是堂兄弟，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。我老祖宗创办的时候就用薛元和这个字号。看起来不起眼的老饼做法非常繁琐，从馅料的准备、皮的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，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。传统拉饼嘅馅料要蛋quy定、肥力、橙白、芝麻籽汁組成，其中最複雜方面就是蛋quy定嘅籽汁粿條。冬瓜丁儿也称为糖冬瓜，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，但是薛文凯说，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糖冬瓜大不一样。开始呢，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12个小时左右，捞起来放在清水里，放在里面冲洗，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，再把冬瓜煮熟了，倒糖下去，大火，然后来熬制。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，然后经搅碎，才能进入老饼制作的核心步骤。整个葱买回来就挑，剩下葱白那一段，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，加猪油，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。冬瓜丁、肥肉碎、油葱白、芝麻，再加上高粉猪油，老饼的馅料已备好。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。需要高筋面粉、鸡蛋、麦芽糖、猪油，最关键就是下水，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。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，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可称的，这是凭手感。看似简单的工序，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，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，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。一天4双手，5000个老饼，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。从清晨到凌晨，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。还没改。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，还是挺好的，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。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，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3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业身上。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，为了全心繼承家里的老餅手藝，辭去了高薪工作。最近一幫個蓮子有啲黑啦，盡量揀啲最靚嘅俾我哋。有冇話啲全部100%先係靚㗎？過去中秋咧就出新㗎啦。蓮子係過去中秋嘅。2個思維嚴謹的理科生接手父親經營了70年的老店，用理科思維的標準化對傳統老餅店進行改革。傳統食品生意唔係咁容易做咯，你因為唔係新嘅嘢，舊嘅嘢個口味又未必啱新嘅市場，新一代嘅人又未必啱。好似係話蓮蓉啊，我哋盡量做到係唔會咁甜，現代人嘅需求。蓮蓉是父親鐘漢元最引以為豪的作品。從1949年開業以來，鐘漢元潮州餅家除了製作傳統潮汕老餅外，還推出各種廣式餅食。但兒子鐘思業掌管店鋪後的第一大動作，就是要改良父親
几十年不變嘅蓮蓉。冇插手喎，時代唔同。如果我哋有插手咧，就多事啊。唔係咁容易嘅嘢啦，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㗎啦，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，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。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，鐘四爺僅花了3個月，就把蓮蓉的甜度降到合適現代人的口感。唔係講點樣改變啦，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，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。通常佢就到生產嗰方面，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，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。從產品到環境，老餅店注入新血液，兄弟倆1裡1外，老餅、珍珠餅、肉鬆蓮蓉餅，各種潮州餅食都能在異國他鄉裡找到。翻嚟之前咧都有諗過，以前細個中意食啲嘢，咁而家有好多冇咗、失傳咗，都唔想呢個傳統餅幾十年歷史就唔想去失傳啦，都會繼續做落去㗎啦。吃什麼？去哪兒吃？這是個傷腦筋的問題，尤其是當你置身於東西文化交匯的亞洲美食天堂香港。香港人有個特色，食嘢要快，行路要快，做嘢要快，所以產生咗茶餐廳嘅模式。茶餐廳是一種典型的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的粵式食堂，香煎豬扒、咖喱牛腩、奶茶蛋撻，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後的港式特有美食，從誕生之日起就圈粉無數。效率讓香港蓬勃發展，卻無意間偷走了港人記憶中的味道。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兒，2年前，阮碧豪邀請79歲的師傅和2位年過70歲的師兄，聯手開辦了這家年輕的老冰室。冰室咧就喺19世紀已經喺香港有存在㗎啦，衍生到80年代嘅時候咧，就變咗茶餐廳。凌晨4點半，阮碧豪和師傅開啟一天的忙碌。6點半開門，咁啊麵包啊、蛋撻啊，咁咧，咁咪應酬佢啦。79歲的周基礎，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，在冰室做西點師傅。半個世紀的專業實踐，磨練了他對出品的一絲不苟，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撻和菠蘿包上。蛋撻、菠蘿包，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裡，這2個應該是重複率最高的名詞。蛋撻在上個世紀20年代誕生於廣州，流轉到香港後名揚海外。逐點改良，類似啊煎蛋一樣，睇點樣滑啲好食啲嘅。整啲粉，我們啲油，咁咪先食到佢軟，然後擠落嘅雪櫃。佢而家要我就切翻硬淨啲，然後先放埋啲水皮嚟再煎。蛋撻皮分為牛油皮和酥皮，傳統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複交錯翻疊而起酥的。周基礎的巧手能將5毫米的酥皮折疊108層，再把酥皮放進圓形餅模，拇指沿模邊柔和的擠壓，再加入由砂糖及雞蛋混合而成的蛋液。手掌與案板無數次的碰撞，手腕有規律地向內旋轉。在半個世紀的光陰裡，周基礎就這樣重複着這一系列動作。菠蘿包的靈魂在於表面的酥皮，砂糖、雞蛋、麵粉與豬油混合而成的黃金片被平鋪在圓滑的白面皮上。隨着科技的發展，機器的精細程度早已高於人手，但周基礎堅持全手工製作。他說，這樣可以帶給粉絲50年不變的老味道。
一間冰室最重要係嗰杯奶茶同埋嘅麵包做得靚，咁就係傳統嘅冰室。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点半相遇，面包蛋挞的香味儿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，一杯奶茶，一份蛋挞，师徒俩的合作无间，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。到了上午10点，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餐的准备——火焰牛河。牛河是老广的叫法，就是牛肉、芽菜炒新鲜的米粉。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2种。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，炒出来的米粉有汁；干炒不勾芡，讲究肉嫩芽爽，米粉焦香。有人说，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。在阮碧豪看来，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，还有极为关鍵的一步。我一入行，我師傅已經叫我搣河粉。佢話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。如果一嚿嚿咁樣炒，啲牛河點會靚啊？猛火快炒，鑊氣重，粉不粘鍋，不折斷，香而不膩。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，因為用筷子炒咧，啲河粉就唔會斷，同埋好均勻嘅炒得。阮碧豪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，是因为这當中有他獨創的一個工序，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燒粉的表面。河粉係米做噶嘛，燒完佢之後咧就有米香嘅味啦，同埋牛肉咧都有燒過嘅味道。干炒牛河簡約而不簡單，對一般食客來說，它可能僅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，但對老廣而言，它卻是一塊測試粵菜廚師手藝的試金石。從凌晨4點半到晚上10點，師傅和師兄專注在麵點房，阮碧豪忙碌於店前。唔會做多嘅，因為師傅師兄咧年紀就大㗎啦，每日咧都係限量發售，下晝5點鐘賣完我哋就算數。唉，辛苦冇辦法啦，但係中意做呢行，鬼叫佢自己好勝咩？從模仿到創造，靈活的香港人海納百川地接收着來自各地的文化，又將精髓融匯一爐，打造出冰室這種獨特的文化。奶茶，點上一杯奶茶，將一小塊黃油裹在菠蘿包上，滿滿咬下去，口裡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。我哋係同師傅咧，為咗一樣嘢，做有人情味嘅冰室。無論腳步走多遠，家鄉的味道總是熟悉而頑固，它讓異鄉遊子魂牽夢繞，朝思暮想。